从没看过这么虐的科幻美剧，相比之下，小说《三体》里面的外星人实在太仁慈了。在这部剧里，外星人简直无法用恐怖来形容。不过好在后面人类的自救非常振奋人心，因此我决定把这部剧推荐给大家。故事开始于也门的沙漠，这个男人听见空中传来巨响，他朝天上望去，只见一个不明物体坠落在地上。他好奇地望向远处，发现那东西竟然动了，正带动着一股尘烟向他袭来。他身后的骆驼似乎觉察到了危险，头也不回地走了。男人则处在不知所措的状态，同时他又想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正好此时那东西在他面前停了下来，男人仔细观察起来，他只看见一团黑色似乎正在蠕动，然而下一秒剧烈的爆炸把男人炸飞。与此同时，距离这里13000公里外的美国小镇很不太平，警长大胡子又接到一起人口失踪的报案，来到那人家的后院，大胡子一眼就发现了异常，一群乌鸦在玉米地上方有规律的盘旋，而下面的玉米好像变成了黑色。他带着助手走过去后，果然发现一个圆形的大坑，而周围的玉米被灼烧成焦黑状。他们在边上发现了那个失踪者的皮卡，奇怪的是，皮卡周围的泥土上并没有车轮的印记，说明车不是开过来的。那车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吗？同时他们还发现车主的钱包还留在车里，没有被他带走，也没有被人抢走。正当他们疑惑时，数以万计的蝗虫朝这边飞来，转眼间就飞到了面前。车子没有挡风玻璃，蝗虫直接往大胡子脸上撞去，大胡子只能用双手阻挡，幸亏这时搭档把他拉到车底，两人才躲过一劫。第二天，大胡子便退休了。然而在庆祝晚会上，他却突然离开，来到那片玉米地，他叫喊着，结果上天真的给了他回音，地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他跪在地上，伸手去挖，那东西却逃到另一边，然后消失不见。他停下来，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结果更大的动静来了。紧接着，他后脑遭到重重一击，整个人倒了下去。此时，在他上方的夜空中出现一个形状奇怪的巨大物体。接下来，美国发生了最诡异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一帮美国小孩正在上音乐课，突然女同学开始流鼻血，紧接着男同学也流鼻血，同学们被吓坏了，丢下手里的乐器，发出尖叫。老师看着眼前的一幕，更是惊慌失措。没人注意到角落里一个男孩安然无恙，呆呆地看着众人。很快，小丹来到学校，她正是那个男孩的母亲。校长告诉小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关人员正在调查，所有的小孩都流鼻血了，但唯独你的儿子没有流。小丹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医院做全身检查，结果医生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说回去多喝热水。男孩却自顾自地陷入沉思，仿佛没有流鼻血也是一种错。回去的路上，妹妹又流起了鼻血，男孩依旧没事。回到家里，他们正看着动画片，突然画面闪了一下，紧接着画面变成了新闻，只见大批动物好像逃难一般往城市里面冲。心里满是担忧的小丹想起丈夫阿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这儿子却说 iPad 显示爸爸的手机信号消失在郊外。出于担心，小丹来到了那个位置，却发现丈夫出轨了，这犹如晴天霹雳。回到家，她崩溃大哭，自己放弃医生的职业，甘愿做家庭主妇，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背叛。她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和回到家的丈夫大吵起来。然而这时桌上的餐具突然颤动不止，紧接着屋子开始摇晃，家具纷纷掉落，电灯不停闪烁，两人赶紧抱头躲避。很快电灯彻底熄灭，这时耳边传来孩子的尖叫，他们赶紧去安抚孩子。随后小丹看向窗外，她顿时呆住了，只见屋外到处起火，建筑也遭到破坏。阿伟出来查看，发现周围火光冲天，房屋倒塌一片狼藉。他问邻居发生了什么，邻居说有点像地震，更像是恐怖袭击，全乱套了，电力中断，手机信号也没了。而此时大家突然发现阿伟的房子竟然安然无恙，他们围过来问阿伟为什么你们家没事，言下之意是怀疑这起事件和阿伟有关。阿伟自己也是一脸懵，只好说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可是邻居越聚越多，正要发难，这时屋里传来儿子的尖叫声，阿伟赶忙跑回家里，发现儿子捂住耳朵痛苦无比，他不停喊着停下停下。小丹尽力安抚着儿子。没过多久，电来了，电灯亮起，儿子终于平静下来。他疑惑地问众人，你们没有听见吗？小丹问，你听见了什么？儿子说，一个声音不停重复这两个字，瓦九瓦九。外星人的入侵为什么恐怖？看这些沙子就知道了。外星人只是发来一段声音，就如让这些沙子有了耳朵一般，随着声音跳起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从日本人发射的一艘载人飞船开始说起。在工作人员注视的目光中，火箭成功进入了预定轨道，大家欢呼庆祝。殊不知还没高兴多久，飞船里面的宇航员就发现了不对，他们似乎透过玻璃窗看见了什么，下一秒飞船被撞开一个大洞。隔天一早，技术人员光子被提前叫到实验室，同事说星辰号在3小时前失去了联系，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恢复。听到此事，光子比任何人都心急，
他将局长骂了一通，问为什么不早点叫我。因为飞船上的宇航员盒子是自己的女朋友，他赶紧来到电脑前一顿操作，通信终于恢复了。他们发现早在3个小时前，星辰号就曾发来求救信号，但不知为何地面根本没有收到。随后光子打开了监控信道，却骇然发现监控画面里空无一人，而飞船上破了一个大洞，众人陷入死亡般的寂静。光子更是如丢了魂一般的回了家，悲伤难过的他跑到酒吧买醉。第二天酒醒之后，看见天花板上女友给自己留下的星星，他突然有种感觉和子并没有死，于是他又来到航天局，但局长告诉他此事已经被上级部门接管了。他叫光子不要再插手。沟通无果后，光子趁着酒劲抢走了局长的门禁卡，冲进实验室，并且反锁了大门。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他成功恢复了数据，一段录像正好记录了飞船被不明物体撞击的瞬间。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视频背景音中有奇怪的声音，他将声音分离出来并且放大，那吵杂的声音中夹杂着2个重复的字：瓦九瓦九。可这时保安破门而入，将光子强行驱离。好在光子已经将这段音频拷贝并带了出来，他找到和子的父亲，同时也是著名的音频修复专家大和先生。大和用大功率音箱播放这段音频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花盆里的沙子随着声音有规律的蠕动起来，两人无比震惊。紧接着光子来到航天局，将这一发现告诉局长，局长说早在6小时前他们就收到了这条音频，经过研究后发现这声音并不是从星辰号发出来的，可是太空中并不能传播声音，那这声音是哪来的呢？局长告诉光子，美国专家正与我们合作调查，因为全球至少有6个地方收到了这种声音，他们认为这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这也是为什么航天局请来了诸多语言学家的原因。而此时的电视上，美国总统通过10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人类的灾难来了。就在刚刚，美国政府用10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表讲话。据可靠情报显示，人类可能要灭绝了，一种外星生物入侵地球，还没看清他们的样子，地表最强军队就全军覆没。然而，这个未来能拯救世界的男孩，却还在受到校霸的欺负。他因为经常癫痫发作，被校霸的团伙当作怪物。而就在出游的大坝上，小黄再次癫痫发作，他浑身抽搐，翻起白眼。老师回头关切，这时前方突然落下大量不明物体，老师急打方向，结果汽车失控坠落悬崖，在车头的老师受了重伤，并被压住，无法动弹。所幸同学们只受了轻伤，并无大碍，但他们发现所有手机都失去信号，无法求助，他们只能等待救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乱套，人们根本无暇理会他们。在苦等一晚之后，老师因伤势过重去世，绝望的同学彻底慌了。这时校霸把气全撒在小黄身上，他认为就是小黄发病才引起的车祸，他甚至把小黄不堪的家庭关系公之于众。逆来顺受惯了的小黄这次依旧没有反抗，但他收拾好东西朝悬崖边上走去。接下来他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向上攀爬，最终凭借着惊人的毅力，他爬上了崖顶。其他同学见状纷纷效仿爬了上来，来到上面，他们才发现导致车祸的元凶是坠落的俄罗斯卫星。小黄看着这些残骸惊呆了，他打开随身携带的画本，眼前的情景竟然和自己的画一模一样。这时女同学也发现了异常，小黄赶紧收起画本，这些都是他癫痫发作时脑海里出现的场景，难道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随后同学们在原路返回的途中发现一辆送货车，上面满是食物，司机却不见踪影。已经饿了1天1夜的同学们喜出望外，食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小黄却发现玻璃上有个大洞，说明司机已经遭受不测，而座椅上一滩黑色的粘液，上面长着毛茸茸的东西。而车上的无线电给小黄带来了希望，他叫来精通无线电的同学调试后终于有了声音，可无论他怎么换台，都只能收到紧急广播，广播叫大家尽量留在室内，不要外出。这时几人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而另外一些天真的小孩却执意要守着食物等待救援。无奈小黄等人只好带上一些补给后，他们继续赶路，不知走了多远，他们终于见到了房子，一个女人开车经过，他们拦下女人，祈求女人帮忙把他们带回城里，可女人却目光呆滞，好像刚刚经历了什么重大打击，她不愿意往城里走，但她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在大家的再三请求之下，女人答应了。很快车子在城市的边缘停了下来，同学们发现这已不是他们熟悉的伦敦城，穿过铁丝网，只见这里满目疮痍，街道上不见人影，同学们就地散开，他们只想第一时间见到自己的家人。随后女同学跟着小黄走到没人的巷走，她终于忍不住问小黄，你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对吗？在她的追问下，小黄终于对好友说出了秘密，他说自己天生就和别人不同，在癫痫发作的时候，他能看见很多奇怪的东西，他以前一直以为是幻觉，但是昨天他知道自己的癫痫好了，而那些东西并不是幻觉，因为他们已经来了，他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刚说完，他便拉着女同学躲到墙角，随后小心翼翼探出头往外看去。注意看，这个男孩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在桌上画圈，一圈一圈画得入神。旁边的美国大兵叫他也充耳不闻。美国大兵没办法了，只能报以一个天使般的微笑。男孩终于有了反应，他指着前方的空地大喊起来。
美国士兵立刻往那个方向进发，但刚到那里，地下的沙子突然向上飞起，好像受到什么力量一般，士兵们如同在黑暗中前行。没多久，沙子终于消失了，但眼前的一幕令他们震惊了。一个外表漆黑的不明物体高高屹立，身上还长着无数凸起。这时士兵听见耳机里下达的射击指令，于是他们纷纷开枪，然而子弹根本伤不到这个东西分毫。下一秒，那东西放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屁，将这群士兵轰得直接晕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大黑醒来，他发现周围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队友也统统不知所踪。更要命的是，他发现对讲机失灵了， GPS 定位仪也收不到信号，他只能照着大概方向往回走。半路上，他的定位仪突然显示附近有一名队友，他按照定位来到一所医院，发现医院已经空无一人。大黑一路搜寻到地下，终于找到了一名护士和奄奄一息的队友。护士以为这场袭击是美国人干的，正对他口吐芬芳。这时，反叛军发现了大黑正到处搜寻，大黑连忙拉下柜子挡住通道，然后抱起战友从另一边逃跑。而一名反叛军在通道中好像听见暗处有人，他回过头，而等待他的却是闪电般快速的未知生物。他被一击毙命，剩下的反叛军被大黑几枪就搞定了，但是队友却因伤势过重没了呼吸。悲伤过度的大黑回到基地，他第一时间呼叫上级指挥所，却没有任何回应。无助的他最终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张密报，上面说由于遭受未知生物的袭击，并且他们的粘液带有极强的腐蚀性，美军没有办法抵抗，于是命令所有人撤离到喀布尔空军基地。大黑稍作休息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那里。但当他来到后，才发现整个基地已经空无一人，地上横七竖八的全是尸体，甚至还有一只不明生物的尸体，地面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黑色。大黑小心戒备着试图寻找幸存者，结果却找到了几个路过的难民。难民说他们正赶往附近的民用机场，那里还有飞机飞往美国。于是大黑和他们一起奔赴机场，在亮出海豹突击队的身份后，大黑成功登机。然而飞机却没有顺利到达美国，而是在英国降落。英军告诉大黑，现在已经没有飞往美国的飞机了。原来在空中管制系统全面瘫痪的情况下，飞机是飞不过大西洋的。尽管大黑很焦急，但也无济于事。军旅生涯本来是他用来逃避丧子之痛的，如今一切灰飞烟灭，有家又不能回，他只能看着硝烟弥漫的伦敦城感叹世事无常。绝望的他来到酒吧醉酒颓废，直到一个男孩拿着一叠漫画找到了他。外星人来了，你家的车是特斯拉，会发生什么呢？由于几波攻击下来，小镇房屋倒塌，停网停电，唯独阿伟家什么事也没有。他正疑惑呢，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他家也没能幸免。于是阿伟一家和大家一样，匆匆带上一些重要物品，便开始逃亡。然而很快他发现没有网络，特斯拉根本无法启动。小丹被弄得焦头烂额，一回头却看见渣男老公正在祈求邻居带上他。关键时刻他竟然要抛弃自己和孩子去找小三，小丹被气得浑身发抖。她走过去抢过丈夫的手机，最后她通过蓝牙连接上特斯拉，从而成功启动了车子。但没走几小时，他们又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车子没电了。好在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停电的小镇，但这里也一片混乱，人们都在哄抢物资。她让渣男老公去充电，自己则去采购食物。这时她看见电视上正在报道，世界各地都在遭受袭击，俨然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与此同时，她看见别人落在柜台的车钥匙，一个想法在心底萌生。她回头看看丈夫，废材阿伟抢不到充电头，还被人胖揍。此刻小丹不再犹豫，拿起钥匙带上孩子来到外面找到那辆车。她招呼阿伟将行李搬过来，车子启动，车主人发现车子被盗，紧追不舍。小丹果断加速，身后是仁义道德，身边是孩子的安危。在这末日的乱世，她选择了孩子的安危，但没走多久，车子也没有了。更要命的是，儿子去树林里上的厕所竟然失踪了。他们带着小女儿在林中狂奔，生怕儿子有什么不测。最终他们在林间找到一所房子，里面出来一个端着枪戒备的老头，告诉他们，你儿子在屋里。老头把他们迎进屋里，并答应收留这一家4口，但他要求阿伟出去为大家寻找食物。小丹看着干啥不行，泡妞第一名的废材丈夫只能自告奋勇说让我去。他战战兢兢来到超市，发现货架上的物品早就被抢空了。更要命的是，一群士兵过来把他团团围住。士兵说这里已经宵禁，除了军人和医生，其他人都必须待在家里。为了摆脱士兵，小丹连忙说我是医生。不料士兵听完立马将他带走，因为他们现在太缺医生了。很快他们给小丹穿上手术服，然后推上手术台。正在手术的医生吩咐小丹赶紧缝合伤口，可小丹是医学院毕业不假，但他刚毕业就做家庭主妇，并没有当医生的经验，因此他迟迟不敢下手。医生不停催促，再不缝合伤员就要挂了。这时小丹发现伤口里面有个东西，拿来镊子轻轻取出后，竟然是一个黑色的奇怪生物。主刀医生连忙感谢小丹经验丰富，要不是他发现了这个东西，贸然缝合可能导致伤员丧命。随后优秀的医生被派往下一个地点，据说是一所遭受攻击的学校。听到学校，小丹这才想起2个孩子还在等着自己，他连忙叫停运输车，司机不肯送他回去，他就下车步行赶路。一路上他发现到处都是士兵残缺的尸体，
显然后面的车队遭受了袭击，他害怕极了，爬上装甲车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最后他只能捡起一把手枪，拔腿就跑。他一路跑回去，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只见满屋子布满漆黑的物质。没走2步，他被地上的大黄狗尸体绊倒，大黄狗也被黑色液体覆盖，以为家人已经遇害的他痛哭起来。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是墙壁被撞开的声音。小丹被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到2楼，他躲进储物间里。此时一个低频的巨大响声传来，伴随着声音东西纷纷掉落。这时左上方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小丹被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房主老头的手。他把小丹拉上阁楼，原来所有人都躲到了这里，废材丈夫和2个孩子都还活着。虽然外面无限恐怖，但这一刻他却感到幸福和满足。昏暗的阁楼里，父亲安慰孩子，外星人只要水，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而一旁的老妇人却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一定是谁满足不了他们饿了终究会吃掉我们的。小丹受不了这个被吓得精神失常的老太太，她只会吓坏孩子，于是她坚持要离开，但老头却拿枪威胁她不准走，因为他怕声音会引来外星生物。不料在推搡中，小女儿一脚踩空掉到楼下，小丹连忙冲过去查看，女儿看起来并无大碍，但是害怕大哭起来。小丹连忙跳下去捂住她的嘴，然而那些生物已经来了，逃跑是来不及了，小丹只能和女儿躲在门后。外星生物就在一门之隔的地方寻找着猎物。砰的一声，家具倒塌的巨响吓得小女孩瑟瑟发抖，而阁楼的地板晃动起来，众人顿时慌了，老太太更是一脚踩空，整个身体陷了下去。老头连忙去拉她，但已经来不及了，老太太被那东西咬住并往下拖。阿伟见状抱起孩子走开，他来到楼下与小丹母女会合。阿伟去挪开挡住门的家具，小丹则带着2个孩子先躲进房间。突然小丹从镜子里看见一只怪物正朝这边走来，连忙低声呼喊提醒阿伟，可阿伟却根本听不见，而他一回头直接被怪兽扑倒。小丹来不及悲伤，连忙带着孩子从窗户逃跑。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他们来到车边，却发现车门上了锁，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突然听见2声枪响，原来是房主老头，他还在和怪物搏斗。他把车钥匙丢给小丹，自己则继续装弹对付外星生物。然而外星生物飞扑过来，老头应声倒地，顷刻间也送了性命。小丹一看，连忙发动车子，结果车子后退卡在了树上，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而此时外星生物已经盯上了他们，他爬上引擎盖，轻易就洞穿了挡风玻璃。他一点一点向前蠕动，并张开了血喷大口。小丹拿起枪拼命射击，子弹打在怪物身上就好像挠痒痒，弹夹很快就打光了，怪物却安然无恙。小丹又随手抄起球杆往怪物嘴里对，依旧无法阻止怪物的逼近。小丹本能的抓东西来抵抗，无意中拿起儿子书包里的黑色石块，看都没看就朝怪物身上插去。结果1下2下3下4下5下，总共749下之后，刀枪不入的怪物竟然死了。惊魂未定的小丹将这坨烂肉推下车，喜出望外的发现阿伟没死，正晃晃悠悠的从屋里出来了。在想办法摆脱卡住的树干后，一家4口终于逃离。他们来到之前士兵前往的学校，这里聚集了大量难民，而因为医生的身份，小丹一家受到优待，分到了一个大单间。2个小孩闯入停尸间，小胖说，看，外星人杀死人类后会把黑色的东西留在人体表面，然后就会长出黑色的毛茸茸，人类就好像外星人的培养皿。我爸爸说，他们迟早会杀光人类的，人类根本打不过他们。而小帅却说，我妈妈昨晚就打死一个。小胖不信，他说你就会吹牛。然而小帅当即拿出一块黑色石头，惊动了所有人。只见石头一靠近尸体，黑色物质立刻消散，那毛茸茸也害怕地萎缩起来。军方高层立刻对石头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外星生物的粘液上长出来的毛茸茸的小生物，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是杀不死，但这块石头一靠近，它们就会立刻萎缩。这时滴上几滴强酸的话，它们便会轻易被腐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很快，这块石头被装进箱子里保护起来，连同阿伟一家被送上装甲车运往军事基地。可在半路上，他们发现后面追上来一辆装甲车和一辆皮卡，士兵正疑惑呢，装甲车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朝着这边就是一枪，枪战一触即发。小丹死死护住孩子的头，而对方绕到另一边打爆了装甲车的轮胎，装甲车失控侧翻在路旁，士兵们还在顽强抵抗，而小丹则拿起石头带着孩子逃进树林里。没多久，枪声停了，他们在呼唤阿伟一家回去，但远远望去，这些获胜的人却是匪徒。这一次，阿伟难得硬气了一回，叫小丹带着孩子继续往前，自己则去引开匪徒。没走多久，他便遇见了一名士兵长。士兵长告诉阿伟，这里安全了，叫你的老婆孩子出来吧。于是阿伟对着树林里喊道，安全了，过来吧。小丹听见后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往前，显然这是暗语。阿伟也不傻，这人有恃无恐的样子明显是和匪徒一伙的，而士兵长也不装了，阿伟拙劣的演技他一眼就看穿了。他用对讲机告诉同伙继续搜索小丹等人，随后抬起手就是一枪，阿伟死了。没多久，小丹和孩子们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这里漫山遍野的全是黑色。小丹掏出黑色石头往前走一步，面前黑色便立刻散开。
男孩将女孩拉到墙角，然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查看。只见一个生物正虎视眈眈看着这边，它多手多脚，和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女孩被吓得瑟瑟发抖，小黄则是不停地深呼吸，让自己保持平静。好在这时远处传来枪声，那东西被枪声吸引而走开了。小黄马不停蹄地回到家，结果却看见了不忍直视的一幕：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一动不动，她被黑色粘液覆盖，而这些黑色一直蔓延到天花板。小黄伤痛欲绝，女同学连忙过来安慰她。悲伤过后换来的是愤怒。小黄对女同学说：“我要报仇。”女同学劝小黄冷静一点，那可是外星生物。小黄拿出自己的话告诉女同学：“我可以的，我预知了很多事情。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如何让自己再度癫痫发作？”女同学说：“那也不一定就能报仇啊。”小黄说：“可以的，只要我看见他们是怎么死的，就会有办法消灭他们。但要怎么让小黄癫痫发作呢？”女同学想起了母亲工作的医院，可他们刚出来就遇见了外星生物，几个士兵正在开枪射击，看来要走到医院也不容易。好在他们在一个酒吧遇见了美军大黑，他们让大黑带他们去医院，而正在摆烂中的大黑根本不管这两个小屁孩。再说自己是美国特种兵，不是英国人的士兵。小黄却告诉他自己能拯救世界。小黄说出自己癫痫发作能看见外星生物的事实，可大黑怎么可能相信？他要赶走两人。这时女同学拿出漫画给大黑看。刚开始大黑只是想敷衍了事，随便翻翻，直到他翻到自己的部队遭遇巨型生物的场景时，他当场呆住了，随即便答应了小黄的请求。来到医院，女同学熟练地通过紧急广播找到一名脑科医生，在大黑的极力劝说下，他答应为小黄做癫痫诱发手术。小黄戴上头套被送进仪器中。同一时间，日本人破译外星人语言的行动正在进行着。日本航天局与美军合作，请来大量语言学家，试图破译外星人的语言，但经过20个小时的努力后，语言学家接近崩溃，因为这些声音样本根本毫无规律可言，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一旁的技术员光子早就预料到光靠语言学家不行，他打算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去学习外星人的语言。在敲了一个通宵的代码后，他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这个时候他才告诉大家，其实他把所有人给骗了，他实际上是在利用航天局的天线罢了。打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即便用上全部超级计算机，学习外星人的语言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反过来让外星人学习人类的语言。于是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高空电影的解说视频以及盒子的生活视频一起打包发往星辰号，而人们被他的冒险举动吓到了。如果外星人真的学会了人类的语言，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可一切都来不及了。传输已经完成。没多久，光子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向收发室。在这里，他收到了盒子的语音，4个字：救救我们。与此同时，外面立刻炸开了锅。但很快，语言专家就发现了漏洞，透过波形图，完全看不出有唇齿音和呼吸节奏，也就是说，这声音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合成的。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军已经锁定了信号原点，也就是外星飞船的准确坐标。局长下令切断连接。光子气急败坏地跑出来质问，众人告诉他，那声音是假的。光子坚决不信，直到盒子的父亲大和先生点头确定，这声音的确没有人类的呼吸，光子才勉强接受现实。伦敦的医院里，医生惊恐地看着屏幕，数以10亿计的神经元完美的同步运动，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大脑。而躺在仪器上癫痫发作的男孩，此刻极其痛苦，他的眼前出现了山川河流、星辰大海，还有不可名状的画面，甚至是外星人眼里看到的世界。而就在他癫痫发作的同时，医院里的人往窗外看去，不禁惊呼：我的天！他们看见了一只又一只的外星生物，他们似乎有组织的朝这边赶来。医院顿时乱作一团。没多久，外星生物进入医院大肆虐杀，但他们最终都不约而同来到了小黄所在的房间。他们的目标竟然是小黄。小黄从床上跳下来，惊恐地说道：他们来了！此时的他竟然彻底和外星生物心灵相通了。大黑立刻带着2人转移，可是没用，外星生物不用看也能准确找到小黄。看着玻璃外张牙舞爪的怪物，小黄知道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大黑举枪瞄准蓄势待发，小黄则是大脑一阵眩晕。突然外星生物撞破玻璃，大黑赶紧带着2人逃离。他把2人关进一个房间里，一回头，那头怪物已经追到，大黑举枪射击，怪物却毫发无伤，依旧在向前逼近。大黑知道开枪没用，他停了下来。在怪物冲过来的瞬间，他拿起一旁的可燃气体瓶，打开瓶口开枪点燃，动作一气呵成，熊熊火焰把外星生物烧了的外焦里嫩，足足烧了3分钟，已经5成熟了。而屋里的小黄不停喊着好烫。终于气体烧完了，外星生物也已经死透。但此时更多的外星生物赶到，大黑赶忙转身去叫2个小孩，可一转眼他们就被怪物团团围住。怪物再发动进攻的话，大黑就只能用肉躯去抵抗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黄突然想到，既然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那我也应该在他们脑海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萌生，于是他集中精力，嘴里默念：停下来。
停下来。下一秒，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只见外星生物表皮流动的凸起全部平复，然后就这样定在原地，不再动弹。三人总算安全了，而小黄则变得无比虚弱。大黑抱起他离开，来到外面，小黄突然两眼一翻，晕死过去。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人们无不看见天空中出现一团火光，没错，那是外星人的飞船被美国的原子弹命中了。随后这艘巨大的飞船划破天际掉落下来，而定格的外星生物也随之纷纷掉在地上。大黑和女同学在抢救小黄，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欢呼，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终于过去了。尤其是日本人，他们自豪地说是他们拯救了世界，却没人知道有个叫小黄的男孩最终被判定为脑死亡。女同学和他一起听完了最后一首歌，医生拔了他的管子，他的下一站是太平间。女同学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世界秩序在恢复，人类的家园在重建。大黑告别战场，来到海边度假，和妻子一起享受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可是突然，他们的表情凝固了，转而变成震惊。不仅是他们，小丹、光子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看见了直耸云间的外星飞船。可想而知，第二季一定更精彩。好了，完整的第一季解说献给喜欢科幻的你。科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让我们保持对未来的好奇，以及对未知的敬畏。我是高空，拜拜。